日本在2026年的防卫白皮书刚刚公布之后，韩国外交部就召见了日本驻韩大使，并且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白皮书已经连续第22年声称独岛属于日本。日本一方面呢和韩国进行安全合作，另一方面却不断的在领土问题上出招。但是独岛争端只是这份白皮书当中的一个小插曲，真正的危险之处在于更深层次的内容。射程为1000公里的254式导弹已经在熊本部署完毕，到了2026年，国防预算将达到9万亿日元，并超过 GDP 的2%。高超音速武器也正在进行研制当中。这不是一份防卫白皮书，而是一张扩大军备的蓝图。大家好，我是谢飞欢迎来到今天的谢飞观察。据新华社报道，在8月4号召开的内阁会议上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向内阁提交了一份长达598页的白皮书，并且这份白皮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高市早苗政府在今年年底之前修改安保3文件以及扩大军备规模来做准备。白皮书对今年的3月31号开始部署的254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这个导弹是12式反舰导弹改进而来射程由原来的200公里增加到了1000公里以上，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土的范围之外，具有明显的攻击性质。导弹使用的是隐身弹体、惯性加 GPS 加雷达加地形匹配的4重复合的制导方式。第一批部署到了熊本县建军驻地，同一天在静冈县的富士驻地也部署了254式的高速滑翔弹，射程是几百公里，飞行速度可以达到5马赫，并且可以进行90度的垂直俯冲的攻击。共同社认为这次部署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所谓的专守防卫原则已经改变了。因为所谓的这个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如果判断失误，就会变成违反国际法的先发制人的攻击。白皮书提到的日本正在研制射程为2000公里的改进型，并打算在2027年推出海射、空射版本，再加上宙斯盾舰上配备的美国制造的战斧巡航导弹，你看，它就可以实现3位一体全域打击的能力。防卫预算的这个数据也表明了这个问题到了2026年的日本的国防开支将达到9万亿日元，并且会达到 GDP 的2%，比原计划提前了几年。白皮书当中第一次增加了新型作战方式的章节，并把人工智能、无人机、太空网络以及认知作战就列为了重中之重，促进军民的这种技术融合。在今年的4月份修改过的这个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就取消了杀伤性武器的出口的限制。那目前日本已经能够向国外出售护卫舰以及导弹，由远程的导弹部署到了这个放宽武器出口政策，由突破预算红线到推进修宪。你看，日本正逐步的打破这个战后体制对军事力量的所有的这种限制。那么从战略定位的这种角度来看，白皮书仍然把中国看作是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战略威胁，并且大肆渲染辽宁号、山东号在太平洋上的这种航行，那么炒作中俄轰炸机联合巡航的事情，并且以此作为借口来解释军费开支增加的问题。中国国防部之前已经做出了回应，说日方对于我方正常的远洋训练进行恶意跟踪和骚扰，并且多次派遣飞机冲撞我方的演习的区域。那么在事件发生之后还反过来指责我方完全是贼喊捉贼。那独岛争端也体现了日本的价值观外交的虚伪性。韩国外交部当天召见了日本驻韩公使，进行了严正的交涉，并且国防部也发表了声明，表示独岛为韩国固有的领土，日本无理要求，不能容忍。那韩国国民对于日本领土主张的这种敏感程度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在2战期间日本的殖民统治所造成的深层次的这种伤害之下，领土问题它就是首尔的政治底线那么日本在这个谋求与韩国的安全合作的时候不断挑衅。你看这样的分裂行为不但会妨碍韩日关系的改善，
而且呢还会给美国推行的这种美日韩军事一体化就埋下了定时炸弹。高市早苗政府呢，一方面要联合韩国对抗中国，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在领土问题上做出任何的妥协，这样的心态最终还是会遇到阻力。但是呢，李在明政府呢上台之后，对日本的态度就变得务实而不软弱。独岛问题一直都是韩国社会不能触及的红线。那这份白皮书呢，用这种制造外敌、美化战略准备、坚持历史修正主义等等方式来促使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道路。但是呢，扩军的行为又反过来恶化了周边的这种安全环境。中俄朝三国呢已经多次就发出警告了朝鲜呢最近接连向日本海发射导弹，就是对日本扩军的一种直接的回应。那日本最近在美国呢把驱逐舰上的战斧巡航导弹改装完毕之后，在不久之后就会有2000公里射程的版本出现。日本的攻击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它所谓的防御的范围。那日本的越是扩大军队的规模，周边国家呢就越是进行反制，东亚就会陷入一种安全的困境当中，并且呢没有任何一方能够从中获益。这条路走到最后，代价不会是由高市早苗来承担，而是由整个的日本国民来承担。那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一次了，不能再让其发生第二次了。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谢飞观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